大家好，我们将要学的机体电路元件呢是运算放大器。那首先我们会认识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结构，然后会认识放大器的种类、形状跟接角。最后我们会用运算放大器接出一个反向，还有非反向的放大电路，还有做出积分器跟微分器。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 OPA 运算放大器。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运算放大器的特性，还有一些结构。首先，运算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分别是正输入端跟负输入端，然后会有一个输出端。然后，任何机体电路元件都需要电源嘛，所以它就会有两个电源的正极跟负极的输入。好，那我们首先介绍运算放大器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的，非常大。输入阻抗非常大。那理想 OP 的话，就是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然后输出阻抗这个特性是输出阻抗是0。好，然后第三个特性呢，就是它会符合一件事情，它的 Vout 输出呢会等于 V 正减 V 负乘以一个非常大的正义。那理想 OP 的话，它这正义就是无限大。好，先记得，如果不想记这三个特性的话，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可以在 YouTube 搜寻这几个关键字。就是这个 delta x 基本上也是等于。哦，这影片讲的蛮清楚的，看完之后你应该就可以不用死记这几个特性。好，然后这是我们实际的 OPA 的元件。好，那我刚刚讲过 ，OPA 的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的，输出阻抗接近于0。好，那我们通常都会用运算放大器来做一些数学操作，像是比较、加法、微分、积分之类的。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反向放大电路。那什么是反向放大电路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比如说给你1伏特的输入，它要给它反向又放大，是什么意思？1伏特的输入，然后有10伏特的输出，这样就放大，对吧？那反向意思就是1伏特的输入的话，它会给它负10伏特的输出，会差一个负号。给它2伏特的输入，给它负20伏特的输出；给它负1伏特的输入，就给它10伏特的输出。对，输入经过这个反向放大电路的之后呢，就会有这样的结果。那我现在讲解一下为什么会这电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好，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先不接地好了，这里先不要接地，我们先给它接一个 x 的输入，然后这里也不要接 v in，先接一个 y 的输入。当然，你这 s 也可以接 d 啊。那我们先假设这什么输入什么都可以，然后这输入也是什么都可以。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想知道，在随便的输入之下，这里这个电压是等于多少 ？W， 假设 W 好了。好，那这个 W 要怎么算呢？首先，电流用蓝色好了。我可以知道这里的电流是多少？电流就是电压差嘛 ，W 减 Y 减 Y 除以 R1。好，那因为这里输入阻抗是无穷大，所以它几乎没有电流，这里几乎没有电流。所以这里电流是多少呢？这里的电流是多少？我电压用红色好了。那这里的电压是多少呢 ？V 就等于 IR 嘛，这里的电流 W 减 Y 除以 R1。
V 等于 I 乘 R 乘 R2， 这也是这里的电压。那我们知道刚刚讲过的放大器这个元件的特性呢 ，Vout 会等于什么 ？Vout 会等于正输入端减负输入端 x 减 W 乘以一个 G， 然后这个 G 是非常大的一个值。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系，这三个电压是不是就可以列出一个等式？就看这个电路这一条，可以列出一个等式呢是什么？电流是这样流的 ，W 加上 W 减 Y 除以 R1 乘以 R2 会等于它的电压加上它的电压会等于它的电压 S 减 W 乘以 G。好，那我们把它乘开来 ，W 在这里，然后 R2 乘进去，就是 R1 分之 R2W 减掉 R1 分之 R2Y 在这里，然后右边是G 乘进去，就是 GX 减 GW。好，那因为我们要算的是 W 会等于什么嘛，所以我们把 W 全部移过去，移到左边，然后没有 W 的移到右边。好，蓝色好了，清楚。好，移过来之后呢，我们把 W 提出来，就会变成这 W 提出来就 R1 分之 R2 嘛，然后1，然后 G， 然后右边就是移过来而已。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除到右边去，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式子。那我们知道 G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是我们把它当成无穷大好了。这时候呢，分子跟分母都是无穷大，那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成一个 G 分之一。那时候 G 分之一乘进去就是 x， 然后加上这个东西乘以 G 分之一，就会长这样。然后这个乘 G 分之一是 G 分之一 ，G 乘 G 分之一是1，然后这个东西乘以 G 分之一。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知道 R1 跟 R2 是什么？是这个电阻嘛？电阻都是一个有限值，不可能是无穷大嘛，所以这除完之后是有限值，然后乘一个 y，y 也是一个有限值嘛，是我们的输入，所以是有限值呢除以一个无穷大。有限值除以无穷大的话，这整个东西呢，它就等于0，趋近于0。然后这1除以无穷大嘛，也是趋近于0。有限值电阻相除除以无穷大，也是趋近于0。所以这时候剩下什么？这三个都是0的，就剩下 x 还有1了。所以这样子 W 呢，将经过这样的计算之后，它其实会差不多会等于 x。好，这代表什么？这里 W 的电压会等于 x， 所以 x 如果是1伏特，它这里就是1伏特 ；s 如果是2伏特，这里就是2伏特。就 s 呢，给它接地是0伏特，那它就是0伏特。好，那如果是这个电压符合这件事情呢，那就很有趣了。好，先记得哦，这 x 是多少，这 W 是多少。好，这时候呢，我们把这里是刚刚 S 的地方，我们把它接地。我们把它接地之后呢，这里是0伏特嘛 ，S 等于多少？这里呢，这个电压就等于多少？所以这是多少？0。好，这里是0的话呢，这里的电流用蓝色好了。这里的电流是多少？电压差除以 R1。好，这里的输出阻抗无限大嘛，所以这里没有电流，
电流会全部流过来这里。那这里的电压是多少？这电压就是电流 V in 除以 R 乘以电阻 V 等于 IR R2。好，这时候呢，我们又可以列出一个等式了，用这一条电路的这3个电压0经过这里，减掉这里的电压 V in 除以 R 乘以 R2 会等于什么 ？V out。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V in 移下来 ，V out 除 V in 会等于 R2 或者 R1，R2 除以 R1，然后前面还有个负号，好，会等于 V out 除 V in，就是输出是输入的几倍嘛，我们给它一个 A， 就是增益的意思。好，所以呢，这样什么意思？R2 除 R1 加个负号就是增益。比如说这 R2 是10欧姆好了，那 R1 是1欧姆，那它的增益就是-10嘛，10，然后加个负号，所以给它一个1伏特的输入，它就给-10伏特的输出。那如果就是 R1 是1欧姆，R2 是20欧姆，那它的增益就是-20，那给你1伏特的输入，就给你-20伏特的输出，给你2伏特的输入，给你-40伏特的输出。好，那这就是反向放大电路的原理。好，接下来非反向放大电路就跟反向放大电路差一点点。好，最后它的增益呢，会是这个，一样是，这是刚刚的 R2，然后这刚刚 R1 嘛，这变成 RP 了。反正就是这个电阻除这个电阻，它还会再加一个1，就差在这里一点，差在这里而已，就差一点点。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再分析一次，这个是正输入端嘛？我们刚刚是接地嘛，这是我们接 VS。那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证明过了，正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这里的电压就是多少，所以这里也是 VS。好 VS 的话，那这里是电压是0，所以这个电流 II 是多少？电压差 VS 减0除以 R1。那这里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这里没有电流，所以这里电流是多少？那这个电流就是多少？那这个电流是 VS 除以 R1。那这里的电压是多少 ？V 等于 IR， 再乘以一个 RP。好，这时候呢，我们又可以从这里的关系列出一个等式 ，VS 加上 VS 除以 R1 乘以 RP， 它的电压加上这个电阻的电压会等于 VR。那我们把这两式呢同除一个 VS， 那这里就剩1嘛。然后右边也除 VS， 就得到什么 ？V2 除以 VS，VS 就是 V in 的意思，输出除输入会等于什么？1加上 RP 除以 R1，
那输出除输入就是正义嘛 ，A， 好，就可以证明这条式子。有空可以自己推推看。那积分器呢？有没有发现，其实这跟刚刚的反向非反向电路差不多？这是一个反向放大电路的改版，就是这里的电阻呢，它把它改成电容了。那我们知道电容它的电流呢，符合一个特性，就是 I 会等于电压的变化，电压的微分乘以电容值会等于 I。那这个公式就没有一点微积分的感觉。对，我们大家用这个电流来做出这个积分电路。好，最后我们会得到这个公式，输出呢会等于负的电阻乘电容值分之一，然后对输入积分乘上对输入积分。好，那一样，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就是这里是0，那负输入端的这里的电压也是0，那之后就简单了。好，首先我们知道 IR 这里的电流是多少？不是，对，这里的电流是多少 ？Vi 减0电压差除以 R 嘛，在这里。那 IC 是多少？就是这里的电压变化乘以一个电容值，就是这里的 I 嘛 ，IC。好，那我们知道这里的 Vc 呢，就会等于这里的电压差 Vo 减 V0，所以 Vc 等于 Vo 减 V0，所以 Vc 等于 Vo，我们就把这个 Vc 换成 Vo，所以 IC 就会等于这个。好，那我们知道这里没有电流嘛，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这个 IR 的值呢，应该跟 IC 一样，只是它们方向相反，所以差一个负号。IC 多少，那这里就留多少嘛，因为不会流过来这里。好，所以它们差一个负号。这时候呢，我们就列出这个等式 IR 等于什么 ？Vi 除以 R， 在这里。IC 等于什么 ？C 乘以输入的微分。那记得这个符号。好，这时候呢，我们把 C 移过去，然后底 T 也移过去，就会得到底 Vo 会等于 Vi 的底 T 乘上这个。那因为这个 R 跟 C 都是常数，那我们对两边进行积分，这个常数就可以移到外面去。积分之后呢，底 V0 积分就变 V0，然后这里就照抄，所以就可以得出这个公式。那微分器也一样，我们刚才是把这个地方的电阻变成电容，那现在我们是把反向放大器的这个地方的电阻变成电容，它就变成微分器。好，那我来看一下推导。那就看这里以下就好了，这里先不要看。好，这里是0嘛，所以这也是0。那我知道这个 IR 等于多少？电压差 V0 减0除以 R，IR 就等于 V0 减0除以 R。那 IC 呢，就是这里电压的变化底 Vc 底 T 乘以一个电容，那一样，底 Vc 就等于 Vi 减0，Vc 就等于 Vi 减0嘛，电压差，所以我们就把 Vc 变成 Vi。好，那这里一样，电流
不会流过来这里，只会流过来这里。这样的值应该是一样的，但它的方向相反，所以加个负号。IC 等于什么 ？C 乘 dV dt。AR 等于什么 ？V0除以 R。好，记得加个负号。那这时候呢，只要把 R 跟负号移到左边去，变负 RC，然后一样照抄 dV dt， 就会导出这个公式。它的输出呢会等于输入的微分，然后再乘以一个负 RC。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先接一个反向放大器。那我们的输入呢是接一个0.2 bpp 1K 赫兹的正弦波，输入接上一个函数产生器，然后设定这样子，然后我们的 R1 等于 1K 欧姆，R2 等于10K 欧姆。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它的增益就是10除以10倍，而且还是反向的，会差一个符号。那我们先直接接这个电路。好，这是我们元件的接角，可以先把这里，这是负输入端是2，正输入端是3，所以正输入端上面写3，负输入端上面写2，然后输出是6。好，然后电源呢，它这里没有写，电源会有个正电源跟负电源。S 正 ，V S 负。好，负电源呢是接4，正电源呢是接7。所以我们只用到这5个角，那你可以先写上去，这样你就等下接的时候会比较接，就不用再翻回去看这个图。好，那我们先把3接地，我接角是1、2、3、4、5、6、7、8，1、2、3、4、5、6、7、8，然后前面会有一个有点像圆圈的记号，就是把它朝上这样摆。这样看的话，就1、2、3、4、5、6、7、8，好，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然后这里3接地，第3个角橘色这个线先接地，然后接这个电阻2接到6，2，这里是2，接过来电阻，然后这里是6，然后2接一个 R1，2这边再接个 R1，接到输入，输入是函数产生器，函数产生器的话，这是函数产生器的正极，函数产生器的负极呢就接地。那我忘记是哪一条，反正就其中一条，这里负极要接地。然后输出呢，就是接示波器，所以这个是示波器的正极。那负极一样接地，其中一条接地。然后接下来我就只剩下这个电源要接了。电源的话怎么接呢？这是一个正的输入，所以我们把因为他没有说电压多少，那我们就设8V 好了。所以我们把电源的输入的正端呢接到7，这是这里，而电源的正端。那负端呢，我们就接到 D， 所以这是用到2组电源，然后这里也是另一组电源的负端呢，我们接到4，这样给它一个负8伏的电压，然后正端呢我们接地。
好，这样子的话就接完了。然后呢，我这样接完之后呢，我们示波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这是我们反向放大器的输出。那我们可以加一个输入，这样比较的话会比较清楚。那输入的话呢，就很简单。这个是我们函数产生器的正负极。那我只要把第二组，我们示波器要接2组，第一组的输出刚已经接完了，那我们接第二组，直接把它接到函数产生器上面，这样可以直接看到函数产生器它所设定的这个0.2 pp 1K 赫兹的正弦波在这里。我这样切完之后呢，我就可以知道函数产生器的输入是多少，然后这是输出，经过反向放大器的输出。那可以看到波形这是往上的，然后它的输出是在下半部，所以这是一个反向，就是相反，在下的时候输出是上半部，然后它也有放大的效果。原本波形的振幅只有这样一点点，经过反向放大器，它的振幅变这么大。好，那我们到时候就把这个结果记录下来。然后呢，非反向放大器一样，我们只要把这里这一条跟这一条正负极交换位置，它就变成非反向放大器了。对，这条橘色的线接到这里，然后这条原本是在输入的这条线也接到这里，三角位。好，那我们看一下步骤3跟步骤4。输入电压经过非反向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是2.321，然后原本设定的输入是200毫。所以真力就是2.32除以差不多是11点多左右。R1 加 RP 除以 R， 就是1加10除以也是11，所以其实相符的。那我现在要调整函数产生器的输出电压，然后在示波器的波形不失真的情况下，我们看最大输出电压多少。差不多在这里就是这个，所以它是0.335左右。那一样，我们这个就是非反向放大器电路的结果。一样，这个振幅呢被放大了，然后这是非反向嘛，所以它们是同向的。输入在上半波的时候，输出也在上半波；输入在下半波的时候，输出也在下半波。好，然后接下来我要接一个微分积分器。那积分器的话，其他都大同小异，跟它差不多，就看着这电路图接。然后一样就注意这里，要注意就是这个电源，正15B 的话，用到2组的电工，一个就是正的接到上面，不要把直接负的直接接到另外一边，负的话接地，
然后这里是负15伏的输入，一样负的接到4，然后正的接地。好，这样子接完之后呢，我把函数产生器，它电压调成4VPP，然后你们各调整3个波形：方波、三角波跟弦波，来看它们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方波经过计分器呢，会变成三角波。然后弦波呢，进入积分器还是弦波，就是赛积分，就是负口赛嘛，对。然后三角波经过积分器会变成一个抛物线的形状。好，那微分器也一样，我们一样就是这里要注意一下，然后其他就照我电路图接。然后把你们的结果记录下来。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